拨开世间万象，解密背后真实。大家好，我是野生 AI 产品。通过前面的视频了解到 Agent 的内部的运行机制之后，一个现实的问题自然可能就会浮现：模型厂商会不会也下场来做 Agent？ 这些做 Agent 的应用公司还有价值吗？会不会像以前的浏览器插件一样，直接被一波带走？答案是这一层不会消失，但边界一定会被重塑。更准确的说，模型厂商会把通用能力不断的内建和商品化，而企业会把业务绑定的决策系统牢牢握在自己手里。这不是简单的竞争，而是天然的分工。模型厂商会解决通用智能，而 Agent 的工程解决把智能接近具体的世界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模型厂商不是会不会下场做 Agent， 而是他已经下场开始做 Agent， 但做的是通用代理。过去我们和大模型的交互更像单次的问答，问一句答一句。但现在 ChatGPT、豆包、Cloud、Gemini 这类产品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，在合适的任务里，他们可以多步执行完成目标，比如自动检索啊、写代码并运行啊、发现错误再修正啊、拆步骤分阶段去推进啊、Deep Research 啊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模型厂商的 QC 产品中，实际上已经内置了一个最小可用的 Agent 的循环。模型厂商是天然适合做这些事情的，做所有任务和行业都会用到共性能力、更强的语言理解生成、更稳定的工具调用与执行环境，面向所有行业的基础 Agent 的运行引擎。他们让模型从一次推理变成可以多步运行，从而提供面向个人的通用任务的 Agent 能力，也就是帮助任何人完成任何事的 Agent。 这就像操作系统会提供文件系统管理、图形化的界面、权限机制等等，但不会去做企业的财务流程。它解决的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共性能力，而企业真正需要或者做的东西是与业务绑定的决策系统。企业级的 Agent 难点不只是会不会调用工具，而在于回答一组完全不一样的问题。在目前的这个业务里， AI 被允许做什么，不被允许做什么，业务的语义应该怎么来定义，订单、合同、审批异常在 Agent 的系统里面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，如何把数据变成能被业务语义理解并能驱动动作的内容，做到什么程度必须停止，什么情况下必须人工确认，面向业务目标如何评估、回归和持续优化。这些问题本质都不是模型能力问题，而是如何把业务事件嵌入到 Agent 的决策循环中。模型是只能看到文本，而企业运行的不是文本事件，而是由客户、订单、权限、责任构成的对象事件。在这方面，一个典型的实践是 Palantir 的本体，它把企业中的客户、订单、合同、权限、流程甚至机器都明确建模，把企业数据与流程映射成业务对象、关系与可执行动作的语义层，让人和 Agent 都在同一个语义空间里操作。模型厂商不可能预先的理解每一家企业的流程、责任结构、数据语义、业务情况，因此也不可能帮企业去完成这部分的建设。这部分必须由企业或者深度理解企业的应用团队，或者是对某个场景有特别深度洞察的创业团队来做。企业使用模型它是成本项，但建立这一个决策循环的链路是一个资产。模型会被更强的模型替代，但语义层、治理链路、数据与流程的可执行化会沉淀成企业的长期护城河。即使模型厂商下场做 Agent 也不会替代掉这一部分。同时从6步循环中，我们也应该能理解到，大模型在整个 Agent 的循环中是被抽象为了可治理、可替换的推理组件。对 AI 应用的开发者来讲，通常不需要去理解大模型内部的训练细节，但必须关注模型在工程接口层面的一些行为，比如说输出格式是怎么样的，是否稳定，工具调用是否可靠，成本与延时是否可控，是否满足自己应用的安全与合规要求。在 Agent 的6步循环的这个架构中，模型只是一种可评测、可替换、可调度的推理组件，它更像数据库和搜索引擎，是被调度的能力，而不是 Agent 的系统本身。理论上 AI 应用是可以对接任何一个模型厂商的模型，我接豆包可以，接千问也行，接 GPT 也行，接 Cloud 也行。我甚至可以在一个 Agent 的任务的循环，不同人次切换不同公司的模型，不同任务用来切换不同能力偏向的模型，从而更好的输出任务结果。甚至可以在循环的同一个轮次调用多个不同的模型进行结果的 PK， 最终得到本轮最终的决策。也就是说 AI 应用它是不依赖于某个模型，而是把模型当作可以治理的算力资源。当然架构上的可以替换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替换，对应用开发来讲，模型还是需要经过评测、灰度和成本的分析进行最终的选择，实现当前你业务下的最好效果。到这里大家就了解到模型厂商和做 AI 应用实际上是2种不同的分工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下一节我们就来了解 AI 前沿到底是怎么样，而
获取100万年薪的机会到底在哪里？我是野生 AI 产品，一个工作在 AI 最前沿、爱琢磨、爱思考的产品经理。